9月26号星期四，我早上刚一打开推，就看到所有人在那儿疯狂的转迪吉蒙和怪物猎人的联动。然后我点开那个图一看，我都怀疑我是没有睡清醒眼花了。就这个如此不协调的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的不是 PS 上去了吗？我就连续看了好几眼，然后才确信不是我眼花了，而是它真的就长这样。然后我再一看怪物猎人他们自己的怪的这些像素，哎呀，真的是每一个都又帅又可爱，这俩放在一起对比，真的觉得好惨烈啊。我只能说参考以前的奥米达社，他就算进图鉴也只在愚人节的那一天进一下。这俩熊火暴龙兽还有雷狼加鲁鲁兽，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进图鉴，只能说他幸好大概率不会进图鉴，他要真的进了图鉴的话，简直就是迪吉蒙的耻辱柱啊！我现在就怕这次这个联动和之前的徽章战士联动一样，那边也要把一些迪吉蒙用他们的画风做进他们的游戏。我现在就特别怕迪吉蒙突然想给这个宣发的钱，或者说卡师傅突然想做慈善了，把一些迪吉蒙做成怪物猎人的画风，然后做进怪物猎人的游戏。我现在就特别怕这个事儿，就万一卡师傅把这个活儿做得特别好，整得又好看又好玩的话，那这又是一个惨烈的对比啊！就怪物猎人做进迪吉蒙变成这撮样但是迪吉蒙要是做进怪物猎人变得特好的话，那这样所有怪物猎人的粉丝能把怪物猎人这个联动电子机几次买断货的那么多的怪物猎人的粉丝就都知道迪吉蒙是一个多么不靠谱的企划了。再好的东西进了迪吉蒙都会变成这鬼样，太恐怖了，这种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发生吧。虽然就算卡师傅不出手，这个人也已经丢到怪物猎人那边去了。各位好久不见，这里是沉迷打游戏看动画连续2个月都没有做正经视频的迪吉蒙新闻吐槽。本来怪物猎人联动这个事儿出的那一天，我也想像上个月那样速度做一个5分钟左右的短视频，只吐槽这一件事儿的。但想了想，常规视频确实太久没有更新了，这儿正好又积攒了很多新兽，可以做一个新兽专题吐槽。而怪物猎人这2个联动兽呢，也算得上是新兽吧，所以我就把这个内容贴片贴在最前面了。好，接下来就是正片了这一期就是新兽专题，只吐槽新兽和新兽相关的一些事儿。首先就是这个早就公开了但现在才进图鉴的角神兽，它这个设计造型有多拉垮，之前已经吐槽过了。反正就是像迪吉蒙的部分非常的不明显，而且各个设计要素之间就是硬拼接没有什么融合的痕迹。然后现在进图鉴了，设定文出来了，一看，之前我就说科尔鲁洛斯和鹿这2个元素放在一起就已经非常像别人的封面怪了现在设定文一看，只能说锤得更死了，更像了。当然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毕竟大家都是抄的科尔鲁洛斯嘛。科尔鲁洛斯他设定上就是一个掌管丰饶生育甚至生死轮回他就是掌管这些的一个神。所以我就说搞这些神话传说改编兽没什么意思，因为大家改出来基本上都这个样你说迪吉蒙这边这个科尔鲁洛斯改出了什么特色？可能也就只有演奏铜管乐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特色但这个其实也是原点，因为科尔鲁洛斯他这个名字的词源就是号角，所以也不能说有什么特别稀罕的。所以角神兽这个设定文没有什么亮点不说，它还有一个巨大的败笔，就是你在设定文里面居然还要写口水废话，你这句话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大家自己不会总结中心思想吗？本来他前面这几段话就已经有一点啰里吧嗦的了，他这居然还要来把前面的意思再给你重复一句，我真的是受够这种把设定文写成轻小说册子的风格了所以综上所述，角神兽在我这儿10分满分的话只能得3分，不能更多了。好，接下来就是8月开始的新兽了。第一个就是北极熊兽，这玩意儿说实话第一观感有点糟糕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劣化版的冰熊兽就冰雪、滑雪板、炮筒这几个要素高度一致，但是造型设计全输。我实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搞一个概念如此相近的，但是设计完全比不过前辈的新兽。然后设定文也看不出什么亮点，所以这玩意儿可能最多也就5分了。然后就是这个冰雪女王兽，我更习惯叫它斯卡蒂。这玩意儿其实它也是一个神话传说改编兽，
但是这玩意儿在我这儿呢，我就觉得它还算得上是借名字的那一档。这里对比它和斯卡蒂的原点，可能也就这个掌管了某某海姆，以及平时很安静但发起火来很猛也就这两点可能跟原点比较接近了。造型上可以说是毫无关系甚至于原点的斯卡蒂其实是滑雪，他这儿倒是把滑雪弄给前面的北极熊兽了，他自己这儿改成了溜冰，所以就跟原点的距离拉得稍微又更开了一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它基本上还算得上是借名字的那一档。而且这个本体其实只是一个幼年期样子的东西，外边这么大个身体都是一个傀儡，这个设计呢也算是有意思的，只是呢这个造型实在谈不上非常吸引人。综合上述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给它6分顶天了，不能更多了，毕竟它还是有一个原点可以参考的。下一个太古戴拉瑟，这玩意儿我说实话，它就只差把哥斯拉3个字写在脸上了。我说现在的底基蒙是不是离了超就不会设计了呀？你要说这个玩意儿它有什么亮点，可能唯一亮眼一点点的地方就是把原主的这个锁眼符号给做到这个怪兽的手臂上。但是设计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怪兽的手臂上会有一个锁眼啊？它意味着什么呀？是插一把钥匙进去就可以解锁这个怪兽更牛批的力量吗？还是代表了这个怪兽曾经是一个被监禁的怪兽呢？就你这个锁眼得有意义啊。但我估计设计师就压根没有想，我估计设计师把这个原主的锁眼放在这儿，就是想找一个底基蒙粉丝一看就会高潮的符号然后就可以骗一波底基蒙粉丝的赞，我估计就这样了。然后我们再倒回来说哥斯拉，这玩意儿从样子到设定文，你除了抄哥斯拉之外还有什么自己的部分吗？我说实话实在没有看出来，它无非就是把哥斯拉变成了底基蒙的画风而已。就这种瞎子都能看出来你这个东西很像别家的情况，说好听点叫致敬，说难听点就叫碰瓷。致敬和碰瓷这俩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说一句爆言，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碰瓷那一方的粉丝，那这个事情就叫致敬；如果他既是碰瓷这边的粉丝又是被碰瓷那边的粉丝，那这个事情就叫双厨狂喜如果他是被碰瓷那边的粉丝但不是碰瓷那一边的粉丝，那这个事情就是碰瓷，没啥好说的。所以同一件事儿，一个粉丝少的作品做了或者他就是一个新作，他一开始就是没有粉丝的，他做了这种事儿，他就是碰瓷。但是拿给一个粉丝多的大 IP 做了呢他就是致敬或者是双厨狂喜。同一件事儿能不能不要这么双标啊？要是反对这种借鉴，或者说难听点就叫抄的情况，要反对一起反对啊。所以我就很反对底基蒙搞这种所谓的致敬或者双厨狂喜，除非是像最近这个怪物猎人联动一样，这是两边 IP 都已经打好招呼了，被致敬的那边已经同意了把他的东西画成你的画风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叫致敬，否则的话全部一律归为碰瓷吧。好了，综上所述，这个太古戴拉瑟在我这儿最多也就是5分了，因为底子实在太不干净了，虽然它长得还算挺顺眼的。下一个哪吒5分，没啥好说的，这种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画风的最多也就是5分了。下一个皇后金希兽，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现在设计这些二次元角色一个很常见的方法就是融主题，就是在 A 主题里边选一个词，在 B 主题里边选一个词，更多的再把 C 主题里边选一个词然后把这几个词组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创意了。但是这个皇后金希它能把伊丽莎白和里扎尔多这两个东西给融起来，确实是一个思维盲区，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方向，所以从创意上来说它基本上是满分的。然后这个造型设计呢，总的来说也挺成功的，把这种布料的荷叶边和蜥蜴恐龙的生物感结合的还挺好的，整个造型的轮廓比例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一定要挑刺的话，我就觉得它这个头顶有一点凸。然后设定文呢也整了一个小亮点，就是它的反差萌，也没有什么特别硬伤的地方，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小东西它是好评的。但它的一个巨大的败笔就是这个配色，我说实话
迪吉蒙今年或者说最近几年是有多喜欢这种桃红加浅蓝的配色呀？别的不说，我就把最近的这3个新色放在这儿，拿给不知情的人一看，会不会觉得他们就是一条进化线的？我都不说前面的北极熊，它这个衣服鞋子又是一个桃红加浅蓝，太多了呀，已经审美疲劳了呀。这儿我就忍不住多说一句，几年前的超龙 Z 也是和尚这帮人搞出来的新的成长期，这儿三伏又是一个桃红加浅蓝，然后这儿幽灵是一个纯的浅蓝然后因为这是他们和尚这帮人的亲儿子，他们就把这帮亲儿子全做进了 Liberator， 然后你拿着 Liberator 这个主视觉图一看，你看这个主角阵容有3个都是桃红浅蓝的，然后还有一个相近的紫色的。就为什么大冒险可以成为大家的童年，你一看他的这个主角色阵容五花八门，什么颜色都有，你就光从这个颜色印象上，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由各种有特色的角色组成的队伍。但你再把 Liberator 的这8个主角色放在一起，你看了可能只会想，这是什么数码世界被桃红浅蓝色给污染了的故事吗？就每个角色的特色，角色之间的差异一下就减少了很多，然后拿给不知情的人看了，可能就会认为这些相近色系的就都是一家的，至少是一个势力的。然后你把他们的进化型再放一起，指不定真的会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一个进化线的，就既降低了辨识度，还会造成误会。所以回过来，皇后金希色这个小东西，它哪儿都挺好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配色。综上所述，给它8分吧。好，然后我们来说刚才和这个皇后金希色撞了配色，但它们其实是3辐色的进化型的这个海流和龙宫。这个龙宫好歹还把浅蓝色改成深蓝色了，不至于那么审美疲劳了。但你这个海流又是桃红加浅蓝，我说实话这个配色就已经又扣分了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因为它是三伏跟贝壳的进化型啊，这俩都是桃红加浅蓝，那它桃红加浅蓝很正常啊。那我就想反问一句，迪吉蒙进化一定要是同色系的吗？我就还是举点经典的原主例子，飞龙变成百万龙，巨龙变成大师巨龙，角龙变成三角龙，哪个颜色没变啊？可大家还是觉得他们就是进化型，因为他们造型上有联系啊。你进化型没有必要搞得造型和颜色上全都高度一致正好刚才这儿说到巨龙，我们就把巨龙这2条线放一起看。反正我觉得红袖巨龙这个红色变成银白色再变成锈红色，这个比较好看。至于这个太古戴拉又从灰色变成这种红绿配色，只觉得跟巨龙太像了，甚至都有点看不出来到底进化在哪儿了。所以回到海流这儿，光这个桃红浅蓝的配色都已经可以给他判死刑了。但是呢，平心而论，海流这个东西其实蛮有意思的。这种内部是机械，外部离态成生物的概念其实不是很多见，它甚至有一点早期改造型的那种提肤味，但是它在这个造型设计的实践上实在是做得太差了，白瞎了这么好的概念。你看看早期改造型的这种精细程度，你再来看看这个设计有多单薄，就除了背上手上还有几根管子，就没有什么东西了。甚至胸口这个气压表都有一种生怕胸口白白一片看着太空了，赶紧给它加点东西的感觉。更败笔的是手臂上的这2根皮带，也是那种生怕这个手臂看着太空了，赶紧给它绑点东西吧。但你绑皮带就算了，你看看最早的恶魔兽是怎么绑皮带的，就你绑1根皮带还是对称绑的，就既没有那种超现实的酷炫感，也没有非对称的奇异感，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怕手臂太空的露怯的感觉。除了这些细节之外，还有一个败笔是海流的设定，明明是一个趴在地上行动迟缓靠伪装打伏击的家伙，结果这儿的设定图也好，还有最近的 Liberator 也好，画的全都是这种像恐龙一样直直的站立着，好像下一秒就要进攻的样子。但海流这个四肢和身体的比例又不像真的恐龙那样站着就很好看，它这个比例就是不太适合站着的，而且还违背了它的设定，所以它这个站姿也是一个败笔。总的来说呢，海流是一个概念挺好，但在视觉实践上实在有点失败的东西，给它6分以资鼓励吧。最后龙宫，说实话在最早只有卡图的时候，
只看这个脸和身体，我总觉得又有很强的即视感。但最后一看图鉴的图，这个尾巴如此的长，大家都知道龙宫使者一般说的是黄带鱼，而黄带鱼呢就是一个细长细长的东西，所以它这个细长细长的尾巴呢，我觉得他们确实有在把龙宫使者这个概念给融到这个兽色里边来。而且尾巴上绑的这2组带子呢，明显就比之前的海流要会绑一点，但它还是有很失败的点，就是背上盖这个房顶。这个真的就是硬扣了一个房顶上去吧，说的难听一点，跟那个鹿没啥区别，真的就是把要素硬放在一起而已。同样是背上有一个建筑物的，你看看黄金香兽，啥叫有机融合，啥叫硬扣，这个很明显不用我再解释了吧。而且最早还没有进图鉴的时候，你看它名字叫龙宫兽，背上还有一个房顶，你还以为这个兽本身就是龙宫的概念，结果等它进了图鉴，你一看设定文，它压根儿就不是龙宫本身，而是它住在龙宫这个地方。那我就很奇怪，你一个住在龙宫这个地方的家伙，为什么还要驮一个龙宫的房顶，就没有意义了呀。那我就只能认为它背上画一个房顶，纯粹就是为了让这个兽显得不要那么不底级梦而已。而且说到它这个设定文啊，大家有没有觉得看来看去，最近这种守护某个地盘平时很温顺，但地盘一旦被入侵了就非常凶猛的兽，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你和尚怕是写不出别的模本来了吧。所以呢，综上所述，龙宫兽这个玩意儿虽然看还看得过去，但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6分及格吧。好了，结束了。除此之外呢， EX8 的封面还透了一个大概率是补沙蜥蜴的进化线的，但是一眼看过去怎么看都很像艾克佐迪亚的玩意儿，这玩意儿还是等它进图鉴了再说吧。但既然都说到补进化线这个事儿了呢，在这儿我就想多讨论一下，补进化线这个事儿真的有必要吗？是不是可以再商量一下？下面我就只说一下我的个人感想吧。就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觉得把一个进化线里面填满这种造型和颜色都高度关联的，要这样才算一个正统的进化线？以前有过的那些进化线凭什么不可以叫做正统进化线呢？就比如说这次补进化线的雪人，我就觉得它进化猛犸兽或者进化前几年手环搞出来的冰象兽都挺好的呀，为什么一定要造型和颜色都高度关联呢？那我举一个反例，就最早原主搞出来的这个大怪兽在往完全体进化的时候，有可能就压缩成豆豆兽系，或者小恐龙养不好会变成呜呜系，呜呜系又会变成玩偶系，就这种难道不是底基梦的经典进化范式吗？就如果你承认鼻涕兽进化成熊仔兽这就是正统进化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承认雪人兽进化成猛犸兽，或者雪人兽进化成冰象兽？为什么就不能承认这个东西就是正统进化呢？凭什么呢？原因在哪儿呢？如果这儿都还不能说明问题，那我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巴达兽进化成天使兽，迪路兽进化成天女兽，大家都认为这是正统进化吧？但为什么呢？这俩东西放在一起没有一点关联性啊，大家为什么就承认它是正统进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大冒险的主角，大冒险就是这样拍的，50多集给大家洗脑下来，大家就都承认这就是正统进化了。所以我就在这儿说一句爆言，正统进化根本不需要他们看着外表上有什么联系，只需要官方主推一个作品，然后把这个进化线设置成主角或者 BOSS 之一，长期给大家洗脑，大家就认同这是正统进化线了。所以 Liberator 现在搞这些，我说难听点，在我看来它不叫补进化线，它叫找一个旧兽，方便他们设计新兽的时候有一个概念锚点而已，否则凭空设计一个新兽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太难了。所以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补进化线这个事儿真的有必要吗？我就说你把雪人兽的进化型设置成冰象兽不可以吗？只要它是 Liberator 的主角之一，大家就一定会承认它的正统性的，但他们没这么搞。那现在说到冰象兽，大家能有什么印象呢？差一点的可能就没有印象了，好一点的如果还有印象，就是特别离谱的那一集动画。再举一个例子，沙蜥蜴，按照 Liberator 现在这个看起来高度相似的才是正统进化线，按这个调性来看的话，
Liberator 这个沙蜥蜴它的进化有可能就是沙蜥蜴，然后歌利兽，然后哥格玛，最后就是这个新兽。那我们回头去看超龙 Z 的进化线，成熟期的这个狒狒岩之前就已经没有在动画里出过场了，如果这次 Liberator 还不给他机会的话，再过1-2年还有几个人想得起来他可能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冷门了。反过来说，如果大家认为给一个旧兽补了正统进化线他就可以摆脱冷门的话，那当时超龙 Z 这个沙蜥蜴它可能就是为了补歌利的进化线而设计出来的。但当时沙蜥蜴补了歌利的进化线之后，歌利有因此摆脱冷门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吧，大家也就只是注意到了这个新的沙蜥蜴而已。所以我又在这儿爆言了，一个兽能不能摆脱冷门不取决于它有没有完整的进化线，而取决于它有没有在官方的一个主推作品里边当主角或者当 boss。 所以这次雪人摆脱冷门是因为官方给它加了新的进化吗？不是，而是因为它是 Liberator 的主角之一。但反过来，就因为官方给雪人设计了新的进化，那像冰象啊或者猛犸呀这种，我觉得它本来可以作为雪人的正统进化的旧兽，他们错过了这次当主角的机会，可能就会逐渐沦为真正的冷门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他们补突击龙和幻风的进化线的时候我会那么生气。就他们俩有一个好好的完整的旧进化线，但这个旧进化线有过在官方主推作品里边当主角或者当 boss 的待遇吗？还没有啊。就这些旧兽都还没有当过主角或 boss， 还处在一种稍微有点冷门需要官方提携一下的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没有提携这些曾经的冷门，而是直接空降一个新进化线，把这个新的捧成主角或者 boss， 那我肯定要觉得官方亏待了这些旧的冷门兽。所以综上所述，在我看来，补进化线这个东西既不能决定一个进化线的正统性，也不能把一个冷门兽变成热门兽。它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官方一个由头，让他们1年之内好多推出一些新兽而已。但是作为代价，它挤占了本来可以放在这个进化线里的一些冷门兽的空间，让那些冷门兽永远都是冷门兽。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设计的时候不用费那么多脑子才来补进化线的，所以他们补出来的这些进化线看起来都是有高度关联性的。至少在我看来，它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迪吉蒙这种不可预测的进化的趣味性。所以补进化线这个事儿，真的有大家想的那么多的好处吗？有兴趣的人可以再想一想吧。